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任志强重判18年，中国时局里的政治逻辑啊。那我们主要是来评论一下这个任志强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关注，有很多的分析啊。那么我们今天讲讲我的看法。先讲新闻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新闻稿，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于2003年至2017年间，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4974万，受贿125万，挪用公款6120万，滥用职权致使国有企业遭受重大损失1.167亿余元，其中华远损失5378万，任志强个人获利1941万。法院认为，被告人任志强的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依法予以惩处。然后鉴于被告人任志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承认所指控的全部事实，并自愿接受法院判决，且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法院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予以采纳，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2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这是整个的判决啊，判决18年，18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就是说你一看这个18年呢，任志强已经快70岁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如果是20年，就相当于无期徒刑啊，那么他判个18年，就是我不判你无期徒刑，但是我相当于你就是无期徒刑，就是不放你啊，就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意思就是我要重判你，我要告诉大家我在重判你啊。那么基本上现在外面的舆论是有2点，第一点就是任志强的重判，这个习近平是要拿任志强的重判杀鸡儆猴啊，告诉这个党内的这些人啊，谁都不可造次。任志强我也判他18年，你们想想你是什么情况？这是第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什么呢？就是说，这是政治迫害啊。那么任志强以言论入罪啊，那么但他不判他言论罪，判他经济罪。那么这里面有几点啊，第一个。任志强今年是69岁，那么籍贯是山东，他父亲是这个原来的商业部的副部长任全生啊，所以他是个非常典型的红二代。然后他又以敢言啊，不仅敢言，其实他是善言，他很认真的学习啊，所以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看得很准。眼睛毒啊，嘴巴上面也狠，所以他在微博上有大量的粉丝啊，我也是他其中一个啊，所以他的很多言论精准到位，一针见血，很深刻啊，所以他赢得了广大的网友的支持。所以任志强实际上有4重身份啊，他有4重身份。第一个红二代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华远啊，华远的董事长啊，华远是北京最大的开发商啊，所以他是个地产商啊。虽然那是国企，但是大家知道，国企其实国有身份其实是虚制啊，管理者相当于老板，所以他也是一个地产商，也是一个算是地产大亨吧，因为国有企业的资源也是他在用啊。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是公共知识分子大 V 啊。第四个，政商红人啊，政商红人，就是说他在政界、在商界都很红，很多关系啊，很多关系，呼风唤雨，所以他四成啊，就是说政商红人第四重身份。他最重要的关系是谁？他最重要的关系是王岐山啊。王岐山的中学，王岐山是中学是35中，任志强也是35中啊。然后王岐山是任志强的初中辅导员，然后从初中开始，他们关系就一直很好，他们就是好朋友，几十年的好朋友啊。任志强说王岐山会晚上给他打电话，一谈几个小时电话，所以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他跟王岐山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你想想，王岐山政治局常委，然后是中纪委书记啊，那所以刘鹤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刘鹤大家知道他是谁？副总理啊，那么帮习近平管的经济，基本上经济政策、经济领域的事情是刘鹤在负责啊。那么刘鹤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任志强聘他做这个兼职研究员，实际上就给点钱的花。所以你想一下，他的辈分是很高的。就任志强在中共这些政商关系里面是辈分是很高的。俞正声是黄敬的儿子啊。然后这个俞正声后来是政局常委啊，这个政协主席啊，就是你想一下啊，这个级别是正国级啊。俞正声当建设部长的时候，任志强是他的下属啊，跟他是他的同事啊，而且任志强的第一本书，2002年任志强出第一本书的时候，俞正声帮他做序，想一下什么关系啊？这个关系就不一样。所以他是北京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国企啊，华远然后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红二代，跟这个北京的政界关系非常的密切，其中2个政局常委是这样的关系啊。商界就不用说啊，那个一呼百应，所以任志强其实他经常批评中共的很多做法，所以大家都很折服他，因为以他的身份，他讲出来的话是很有分量的啊。所以很多人认为任志强是中共的批评者啊，我觉得批评还是不够啊。对于任志强很多言论来说，他已经超出了批评的范围，他很多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揭露者啊，揭露中共的一些行为啊，不当行为，甚至是某些程度的罪恶啊，他是个揭露啊。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什么时候？2016年2月19号，这有一个什么呢？央视事件，当时呢，2月19号，习近平视察这个中央电视台在他那个大厅的那个电视屏幕上，打了几个字啊，打了一个标语，叫"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就这3行字打出来啊。这个新闻联播播的时候啊，习近平笑嘻嘻的站在那个字的前面啊。这个当天晚上，任志强就在这个微博上说了几个话啊。他说："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儿啊。那么所有的媒体都有了姓，而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就是骂什么呢？骂这个央视信党这个事儿啊，那么这么一骂呢，轩然大波啊。那么
他22号，习近平19号去，22号千龙网发表2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网友为何要给任志强上党课啊，第二篇文章就是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啊，直接就说他反党了啊，直接说反党。说这个一个半夜3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啊？说了一番这个话，那就是指谁呢？那就指王岐山啊，王岐山。然后呢，当天这个任志强在微博就反驳他，他说董事会受股东的委托，代表股东管理经营公司，但公司是属于股东的，不属于董事会的，这是常识啊，这就是说共产党啊，共产党你是掌柜的，你不是东家，你不是股东啊，这公司属于东家的，哎，这个批评非常狠啊。那么到了24号，这个任志强发了一句话，这句话叫什么呢？在微博上啊，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单可磨也，不可夺其刺啊，这是《吕氏春秋》的一段话啊。那么25号，咔嚓，任志强的这个微博就被封杀，然后他就被处理了，留党察看1年，护照没收，家人不许离开中国，就把他就边控了，就等于是他跟他家人都边控了，就是不能出国啊，护照都收掉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个时候呢，任志强和习近平算是翻脸了。虽然之前任志强在他微博当中骂过很多，批评过很多中共啊，那基本上是双方还没有翻脸，他跟习近平还是没有翻脸啊，没正式翻脸。那么但是他跟习翻脸有2点，第一点，虽然双方翻了脸，但是呢，习还是没有动他啊，基本上就是还是坚守了什么呢？坚守了这个不动红二代的这个习的这个惯例。习不动红二代是跟习近平是跟王岐山的约定啊，王岐山的约定。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谁呢？在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有一个任志强。大家要看到这个局面啊，要看清楚这个局面，因为王岐山才是跟习近平同一个级别的啊。那么这里面就要讲什么呢？讲习近平跟王岐山的关系啊。习近平跟王岐山什么关系啊？习近平跟王岐山是同一届啊，他们不同学校啊。王岐山是35中。习近平是101啊，101后来去了81中学啊。那么反正习近平去的学校比较多，因为他这个习仲勋倒霉，然后他就反正就应该2-3个学校他们不是同学，但他们同一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下放。69年啊，69年，习近平跟王岐山中学毕业下放。下放哪里？延安啊。那么王岐山是延安县冯庄公社康平村，这个习近平是延川县文安义镇梁家河大队，文安义镇公社梁家河大队啊。他们2个之间差80公里啊，80公里。他们因为一些交集，他们结交起来，但是这2个人的在文革中的处境完全不一样。习近平的处境，因为他爸这个习仲勋倒霉，所以他在梁家河一待了多长时间？一直待到69年，待到75年，待了6年时间啊，他一直在那儿在修地球啊。那王岐山呢？王岐山比较灵活。他当时结交了谁呢？结交了这个姚依林的独子，最后娶了姚依林的
姚依林的独子，最后他娶了姚依林的女儿啊，所以他成为姚依林的女婿。所以当时呢，他在71年，他就从这个延安县就调出来，调到哪里？调到陕西省博物馆啊。所以你看一下啊，就是大家不要以为红二代说是下放有多辛苦，也没多辛苦啊。他的下放跟普通老百姓下放是不一样的，普通老百姓下放是看不到他的未来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些红二代不一样，红二代知道只要我爸官复原职，我就1秒钟就走了啊，就是这种关系。所以红二代71年，就实际上69年，他在下放的地方就待了2年时间，2年可能都不到，去了陕西博物馆。73年就去了哪里？西北大学工农兵学院读历史。所以王岐山是学历史的，这跟他后来在政治上的作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就王岐山懂历史啊，然后他就在博物馆做了8年，工作了8年时间。79年就去了社科院，然后姚依林官复原职，他就在北京工作，就开始入仕了。这是王岐山。所以王岐山，你看王岐山走的是什么道路？走是一个励精图治啊，他仕途就嘁哩咔哧往前走啊。王岐山能力很强啊。这个习近平就不同，习近平呢就在梁家河一待到75年。这个红二代不一样，红二代就去清华大学工农兵学院读什么呢？化工系，在清华大学读化工系。红二代差不多读理工科啊，那个时候没有文科不怎么样，主要是理工科啊。现在的在读化工系，现在的中组部部长、政局委员叫陈希，是他的下铺，他跟陈希上下铺啊。所以你知道这些关系都是习近平用的，全是他的熟人啊，熟人。然后习近平2012年啊，中间我就忽略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做总书记，这个时候呢，王岐山就做了什么？政局常委。政局常委负责什么呢？中纪委。中纪委是什么？中纪委就是抓人的。王岐山他学历史，他很善于中国官场上的这些政治啊，很熟悉啊。他的这个身段很柔软啊，他下手也很重。当年的这个非典就是 SARS， 北京现在中国用的所有的措施，都是当年北京采取的措施。就是北京王岐山当时是急调回北京，他是个救火队员，对中共来说他是个救火队员，消防队员救火，救北京的火。然后救火呢，就现在的主要的就是封堵策略都是当时他在北京采取的啊。王岐山是很厉害的啊。他跟习近平上来，其实他的政治基础非常的薄弱啊，他没有太多的根基，因为他一直在福建，在地方，他在北京很短时间啊，没有根基怎么办？他就跟王岐山结盟，王岐山帮他就反贪啊，反贪有2个好处，对当时的习近平来说，第一个好处，累积政治资本啊，所以很多人对习近平刚上台这个反贪这件事情，大家印象是很好的，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政治资本，这第一个。第二个，打击他的政治对手啊，打击政治对手，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肃清江湖势力啊，江泽民跟胡锦涛的势力。习近平上台，其实他的局面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胡在任上的时候啊，那么胡呢被江齐结，胡锦涛就生活在江泽民的影子下，很难受，所以胡锦涛也想办法要肃清江的势力，但是其实没有完全肃清。你想，他身边的人全是江的人，然后到了习上来的时候，这2个势力已经差不多了，旗鼓相当，差不多啊，就是
习毕竟这个胡毕竟干了10年，慢慢掺沙子也掺得差不多了。就是说胡帮习肃清了大部分的江的影响力，然后呢，习近平上来之后这个王岐山就帮他开始肃清他们的影响，开始抓人，抓了多少人？我搜集一下资料一共办了440名省部级干部，就是省部军级，就是从地方到中央到部队440人，很多的，这个史上很罕见的这个省部级官员然后包括什么呢？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苏荣6个副国级中央委员43人，中纪委委员9人，厅级干部猜一下大家，厅级干部8900人8900人，厅级干部办了这么多案子那么在这个王岐山的这个帮助下，习近平获得了王岐山帮习近平出什么主意？出2主意第一个，党政不分；第二个就是建立各种小组，把这个国务院的权力全部拿走。这都是王岐山帮着办的。改革开放，我们讲改革开放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现在党政不分，这是王岐山帮习近平办的事情，就实际上还是回潮，改革回潮那通过这2个动作，习近平就获得了比毛泽东还大的权力为什么？毛泽东当时的权力是很大，毛泽东当时权力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威望。但是你比较一下毛泽东当政的时候你看国务院总理是周恩来，总书记是邓小平，国家主席是刘少奇党政军队是谁？军队是这个打这个朝鲜战争的叫什么来着哎呀，我这老是忘记他的名字，有谁记得帮提醒我一下？彭德怀。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毛泽东是有个浪漫情怀的革命者，天马行空，他不管具体的事情，他只要不管具体的事情，他是爱折腾。今天搞个大跃进，明天搞个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明天再搞个大炼钢铁，这一折腾，底下管事的人受不了，管事的人不行，不能让他老折腾，怎么办？管事的人就会结盟扛他，这一扛他呢，不就把他权力架空了吗？实际上你到后来一看，这些管事的人不想让他折腾，实际上大家默默的就扛他，就把他架空到后面，毛泽东的权力有多大？毛泽东权力文件都看不到，这是他毛泽东自己讲的。但习近平不同，所以为什么毛泽东要搞文革？就是稳住，先把彭德怀干掉，让林彪上来，林彪是他真正的忠实的追随者，当林彪掌握军权，这些人都不敢动了，然后再稳住谁？稳住邓小平，稳住周恩来，再把刘少奇干掉，然后刘少奇干掉之后再把邓小平干掉，就是这样。毛泽东的策略其实就是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稳住95%，干15%，一个一个干，就是其实他们中共的整个的体系就是这样被毛泽东一步步收拾掉的，然后最后发动一个文革，从上到下把整个的大清洗，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实际上毛泽东到后来的权力是很大的权力的原因，是因为整个系统已经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系统，这就是他的权力。这个权力相当于现在的习近平，但习近平权力比他还要大。为什么？习近平管事，毛泽东不管事，习近平直接参加各个委员会当主任，自己当主任，要么当主任，要么当组长，这所以他的权力比毛泽东还要大。但是当习近平获得这么多权力之后，他开始什么？
他开始要想袭天下了啊，就是说我有这么多权利怎么办？那我还得延续，所以当他一想袭天下的时候，他跟王岐山就开始分手了。王岐山帮助习近平是要建立党天下，他没想到习近平要建立一个袭天下，那怎么办？那双方就分道扬镳。这是什么？这是任志强出事的一个大的政治背景啊！习近平跟王岐山中间的关系没有了啊，没有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因为在任志强的身上有非常强烈的王岐山的色彩啊。那么好了，任志强出事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性格刚烈啊，第2个原因就是王岐山的色彩。那么他性格刚烈，为什么性格刚烈？性格刚烈有3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政商资源、政商关系非常雄厚啊，他在北京城呼风唤雨，任志强啊，这是第一个。第2个，他在这个网友当中也是深得爱戴，深得广大网友的爱戴，也是呼风唤雨。然后他在他的圈子里也是广受爱戴，也是呼风唤雨。所以你想一下，一个呼风唤雨的人，他容易性格刚烈啊，他愿意，他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被贴上了王岐山的标签啊。那么真正出事的是什么呢？真正出事的就是那篇文章。但是那篇文章的背景是什么？大家知道那篇文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啊？就是因为疫情啊！疫情发生之后，其实在疫情的中期啊，到2月份的时候习近平是受到巨大的压力的，因为当时疫情非常的严重。那么2月15号，习近平在哪里？在这个《求是》杂志，《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什么呢？习近平的文章，其实不是文章，是他的讲话，叫什么哈？叫这个习近平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就讲2月15号刊登了他2月3号的讲话。这整个讲话是什么？整个讲话就是为习近平他自己在整个疫情过程当中的决策啊，这个做辩护。其实这篇文章非常清晰地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当时习近平在党内遇到的挑战和质疑，就是基本上党内很多人在质疑他，你这件事决策太慢了等等，你为什么没有反应啊等等啊。那么2月份这篇文章，就在这个时候，任志强网络上就流传任志强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然后这篇文章其实就讲了2点。第一点，控制言论自由加剧了冠状病毒的传播和疫情啊，这是第一点。第2点，那就是不点名啊，说这个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啊。这个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丝毫不掩饰自己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野心和决心。这就是在习近平最脆弱的时候，在最痛的地方给习近平来了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拿任志强来开刀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政治上，其实任志强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对习近平造成了打击。那这个恨，那不是一般的恨。你看见这18年是什么概念？18年就是无期徒刑啊，那就是无期徒刑啊。所以这篇文章一出来，
2月份还没动，3月份任志强软禁啊，他软禁是他过完69岁生日3天抓，然后同时抓他儿子，抓他助手啊，然后那习近平是真的是震怒啊，这个震怒习近平放出话来啊，任何人不得插手，不得介入，不得求情，就是这个三不反映什么？反映习近平对任志强的这个恨意。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啊，这所谓的政治逻辑是什么？政治逻辑就是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啊，你和其他的我的政敌来一同对付我，我就绝对不放过你。并不是那个话有多狠，并不是完全是因为那个话有多狠，而是这篇文章出来的时机对习近平来说那是很痛的啊，就是打在最痛的地方了。这就是任志强为什么会，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没人帮忙呢？大家知道，大家查一下你就知道，习上台之后，他跟这个王岐山的约定是什么？就是谁都可以办，你看富国都办了啊，周永康都办了啊，这案子全都办了。周永康应该不是他办的，周永康应该是胡办的啊，胡锦涛办的啊，就是富国都办了。那么，但是红二代不办，红二代呢可以撤职，可以让他清退，但是不抓，基本上这是习的这个底线。为什么？他自己是红二代。他希望红二代跟着他，成为他的政治上的支撑，所以他基本上不办红二代。但是任志强，你看，这就得任志强办任志强，可见在这件事情上习是有多痛。但是我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去看啊，其实这是个清算，他不是说啊，就告诉党内你谁，这不是这回事。大家党内的这些同志很清楚习近平的想法，这个习近平一点都不掩饰啊，我们是子弟兵，我们自己人啊，规矩大家记清楚。你想一下，蔡霞对习近平评价是很准确的，就是那种黑帮模式。黑帮模式是什么？大家是兄弟啊，你们有什么我罩着。就是你们办坏事我都能罩着你，这就是黑帮啊，就是我不会敢搞你的，但是前提是你得投名状，你得跟我混，任何情况下不能背叛我，你得对我忠诚，这就是黑帮的风格。所以你想一下，在这种条件之下，他来办这个任志强，可见他在政治上有多恨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这就是现在中国时局里面的政治逻辑。这个政治逻辑是什么？就是习近平认为，只要谁敢背叛我，我就重办他，不管他是谁。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局面啊，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2点啊。第一点，中共党内，你可以看到中共党内现在的氛围就是一个这样的氛围。就是没什么好说的，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得跟着老大混，就是这种就是帮派作风，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办任志强其实是有很大政治影响啊，非常大的政治影响。为什么？因为任志强知名度很高，而且他是个很有名，他是个名人，他又是红二代，他4重身份在那里。办他的代价，政治代价很大，这不仅仅会对党内有影响，对这个海内外都有影响，但是不管，这就是习近平的作风，就是啥都不管，我只想我要的。这是什么？这是独裁者的任性啊！这就是独裁，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理解，在很多政策上。中国的选择经常是不退，不管我付出多大代价，我这事儿我得办
这就是独裁者的任性。实际上你看到很多决策，很多我们不理解他的，就说你看得过去很笨嘛，这个怎么能这么办呢？但是他就这么办了。这里面就有什么呢？不管，这是红二代的风格啊，好吧？就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大概就能看这么多啊。哎呦，我们会，有情况吗？啊，OK，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今天总结一下，任志强重判18年，基本上这件事情反映了，习近平对任志强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这就是恨意啊，满满的恨意啊，这就是政治上，这是政治上的敌人，已经把他当做政治上的敌人。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请大家尽量简洁，那么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读更多的观点，好吗？ OK， 我们今天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 Jessie， 请王先生喝南瓜拿铁。哎呀，我真没喝过啊。Sophie 萌，谢谢。984 degree， 谢谢。Good evening, sir. Buy you a cup of the Indian tea， 谢谢。郭潘塞，谢谢。秋晴，谢谢。王老师着装一丝不苟，体现了尊重观众，谢谢。阿绿，谢谢。Nicole 玩谢谢。观点，任志强之前退下来就已经经过审计的，说他贪污纯属污蔑扯淡。当年给任志强退休离任审计的人，是不是应该追究渎职罪？我觉得关于这个罪名罪状用什么名义不重要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迫害，是言论入罪啊，所以但是他不用言论用个口袋罪来装啊，这个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讨论他到底有没有犯过这个罪。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审判。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审判，对审判这件事情是没必要去讨论啊，因为讨论没有意义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任志强有没有贪污过，因为我也不是他的会计啊，所以我不觉得，我不能肯定任志强有没有贪污，因为在中国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贪污啊，那么我不能确定任志强有没有贪污，我也不能确定任志强有贪污。那么这件事情跟任志强贪污没有1毛钱的关系，完全是政治迫害，这是一个政治案件，所以我不讨论到底有没有任志强有没有贪污这件事情不是这件事情的重点，也不是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理解吗？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不觉得我们需要讨论任志强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啊。观点：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叛徒处理一向是最狠的。解放前，周恩来解放前周恩来怎么没有了呢？观点：200斤小肚鸡肠，香港人给他写本香艳小说，他直接把香港废了。任志强写他想当皇帝是小丑，重判18年。当年江泽民和宋祖英的泰坦尼克 PS 照传的到处都是，老江也没说什么。各种美国人民拍的讽刺美国总统、副总统的毛片，美国总统连屁都不敢放一个，高下立分我不同意啊，这跟小肚鸡肠没关系。对中共来说，对习近平来说，那篇文章不仅仅是文章的问题，是他对他政治上的是一个打击，而且我认为习近平认为任志强在政治上是和他的对手是走得更近的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小肚鸡肠的问题我整个节目我解释的就不是小肚鸡肠的问题，它中间是有政治原因的所以是它有政治逻辑在里头。
观点对任的判决就是彻底的毁掉了中共最后纠错的机制，也就是习希望永远活在中国梦的梦里，已经彻底的纳粹化。上海的就是周恩来上海工作队有一部分叫领导的锄奸队，这个队伍特别执行暗杀任务。顾顺章叛变投敌之后，周恩来执行报复行动，把顾顺章一家满门杀尽，包括顾家佣人以及顾顺章不满10岁的小孩，而且尸体全部处理，不留痕迹。直到一个队员后来被捕交代，才找到顾家10几具尸体。当时上海一片哗然，锄奸队上的事情还很多，都是人血。没错，没错，周恩来就是干这种事情的人啊。红队白队，红队白队啊，就是红队就是杀叛变的，白队就是杀这个对方的敌人啊。提问：以人的阅历和人脉，不会脑子突然发热写那封信吧？不会不知道后果吧？会不会是一个群体的大棋局？我看不到棋局，我从来都不相信这大棋局。为什么？因为那只能猜啊，猜我就不猜了。任志强会不会头脑发热？我看这篇文章，从行文来说，很像任志强的文风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网上说是他写的。理论上来说，任志强我刚才讲性格刚烈啊，为什么我要讲他性格刚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可能写这样的文章，我觉得他是有可能这样写的啊。那么观点，任志强不是被人利用，是骨子里的事儿。看不惯共产党，在这么多演讲上要推墙，有几个人能做到？是的，就是你看那篇文章跟任志强以往的言行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不觉得是有一个大棋局啊。大棋局很多啊，经常有人在网上说，川普总统有个大棋局，这个习近平有个大棋局。我看得到我就看，我基本上都没看到，我看到的他们都是个别行为啊。情况，我朋友做教材，他说人教版现在统一了，全国的3科教材，语文、历史、思想、政治，这3科教材不仅仅是人教社编写，最后要送到中南海习办去最后敲定，可见习对教材这块的控制，而且内容越来越左。没错，就是这一块。上次不是讲过习近平有个讲话嘛？啊，这个端谁的饭碗啊？哎，出错了，怎么办？怎么办？好，再来。观点，任志强说习近平是个脱光了衣服也当皇帝的小丑，正好一个字1年，一共18年，就是这么判的。OK， 哇，这都给你发现，好厉害。提问，不是隔代传位吗？为什么要挪走江的人？他就不想啊，他想当皇帝啊。当皇帝怎么会有继承人呢？继承人是我都坐上位置之后，我来指定啊。提问，请问王先生，目前政治老人对200斤影响到底有多大？不知道，这是个谜，没有人知道。大家可以猜一下，如果猜一下呢，我觉得是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影响力没那么大。但是这里面就是怎么说呢？这里面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看这个政治老人是谁啊，这第一。第二，他说什么，他要求是什么？那么对习来说，对这位政治老人，他什么态度啊？对他说的事儿，他什么想法？我觉得是只能是影响他，而不能干扰他。就是说，习想这么走，这个政治老人说：“哎，你这么走可能会有问题，你稍微的偏5度行不行？”我估计这样可能可以。但是说你这么走不对，你得这么走，那我估计习不会理。所以这都是
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文化，这里面都有度的问题啊。提问：任案说明习王翻脸，下一步该拿习了吧？该拿王了吧？王不会拿，要拿早拿了，对吧？应该不会拿，这个位置不好拿，而且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一般我觉得可能性几乎是零。观点：中国人的政治概念里家国一致，家国家国后面就是家，这一点是世界上所有民族里最独特的。所以谈到中国政治，要谈家庭背景，父亲是谁？家天下嘛，封建王朝不就家天下嘛？所以家跟国是有关联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啊，人情社会是什么？举个例子，你上辆出租车，在北京上辆出租车，那是出租司机跟你吹牛说我能找到这个总理，你信不信？为什么？他说他小舅子跟总理的司机是亲戚，他怎么能找到总理？能找到总理。所以中国人就是这种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是什么？人情社会就是中间有很多的缓冲。所以你说这个政治老人对习有多大影响？是有影响，他会能找到他，但是他也是这个不是制度性的东西，所以中国没有制度啊。为什么？这中间这些东西都把你这制度全给你闹没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中国家也好，国也好，然后熟人也好，都会改变很多东西的啊。提问：老师，你能否让您评价一下汉民族？现在现代政治中，民族等身份认同政治是否还重要？比如当代澳洲的保皇党都是英国后裔，背后其实是英裔和 Works 等其他民族的认同问题。当年美国独立，保皇党都是英国人，当然反过来不行，英国人都不是保皇党，背后是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的矛盾。你认为汉民族的身份对中国政治有什么影响？汉民族的政治身份，汉民族的身份对中国政治有没有影响？这不在我的思考范围。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在中国的政治当中啊，汉族基本上是在控盘，所以少数民族影响基本上没有啊。所以民族的问题只在国家层面有关联，就比如说新疆、西藏，这国家层面有影响，在政治层面没有这种因素啊，看不到它的影响有多大。秦华今天上午开的联大会议，川普措辞严厉地谴责了中共对 China Virus 的处理方式和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啊。去发言了吗？去现场了吗？我没看到，我今天准备这个节目呢啊。川普总统去了联大发言吗？有网友知道的跟我说一嘴啊。观点：补一下抖音跟微信的想法。中国在学到谷歌跟其他社交软件的技术后，以要求提供用户资料为由，不从就禁止在中国运营，于是大家被逼走了。美国也不过禁止抖音跟微信而已，还不是全禁。既有用户一样可以继续用，无法从商城下载，不能更新而已。整个华人圈如上考比，中共带头生气，真的好悲哀的逻辑。OK， 情况：现在国内外地户口办理储蓄卡需要提供社区证明或者社保等证明才可以办理，本地户口没有这个限制。OK， 开银行账号都要证明了。提问：王老师你好，能问一下与主题不相关的问题吗？如何能像您一样有出众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事物的逻辑性？平时怎么训练才能提高呢？希望王老师给点学习的建议。第一，语言表达能力呢，我语速很慢啊。我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大家都批评我说我讲话非常慢，所以他们经常是1.5倍的速度来
放视频，现在大部分还有网友是这样做，所以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那么强啊。但是1年下来，这个还是有进步啊。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一天做2期节目，一期讲1个小时的话，我相信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会有很大的进步啊。叫什么？熟能生巧，就是熟能生巧啊，无他为手熟耳。但就这个，平时怎么练习？不需要练习，你做节目就可以了啊。这个，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多用。所有使用的工具会越用越熟，仅此而已。如果这是你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你就经常用而已啊，好不好？没有别的啊，平时没有任何训练，每天2个小时节目就足够了。观点：任的判刑凸显了中共没有法律，分明是人治，无法无天，以为是一种震慑，实则再次暴露习的专制嘴脸。当然与世界翻脸，面子也不值几个钱，破罐子破摔，他自己满地瓦砾上裸奔，泱泱大国14亿人也拦他不住，悲哀，也没啥悲哀的，悲哀啥？他愿意裸奔就让他裸奔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一直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特征不明显，其中有一个就是它的宪法。他没有一个被执行的宪法，他因为没有一个被执行的宪法，所以他没有办法依法治国啊，就是没有一个法治，没有一个法治，这个社会就没有底线，就没有道德。所以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很清楚啊，一个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伦理、社会伦理、道德伦理啊。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的根本大法上就已经出了问题，那么后面当然一系列的问题啊，其中包括什么？其中包括法治啊。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陆教程里喜欢宣传极左或者仇恨教育？面对大陆现在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难道中共不怕贫富差距和仇恨造成内乱吗？大家你要记住，他仇恨教育是恨谁？恨美国啊，恨外面的人，里面的人他没说要恨啊，不恨中共，要爱中共啊。所以他有爱的教育跟恨的教育。爱什么？爱中共啊。你第一堂课就是爱中共啊。第二个仇恨教育是针对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啊。所以他是这两头的啊。所以贫富差距这件事情，老实讲，在中国生活的老百姓是看不到贫富差距的。为什么？有钱人他根本都见不着，媒体也不说，你怎么知道？所以贫富差距这件事情，老百姓的体会不深刻啊。提问：王老师对李克强来上海访问有什么看法？是在拉帮吗？上海的书记和市长都是习近平的铁杆，所以拉帮很难拉吧啊。但是李克强去上海，我没看到新闻啊，我没看到新闻，因为今天下午都在准备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所以没有看到。但是如果他去李克强，说明什么？李克强去上海说明什么？说明李克强的权力越来越大了嘛，对吧？啊，关铁那篇文章应该是他自己写的。现在推特上有很多以往他的采访和演讲视频都是一贯风格，他只是党内愿意说实话的人，他是党内愿意说真话的人啊。观点：当下2种价值观的角力，而且恰恰发生在体制内，任的案子在体制内具有标志性，至于体制外，普通人根本没资格参政议政的前提下，根本就是台下的观众而已。非常棒，这个观点很好，很到位，非常到位。为什么？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看客啊。任志强案讲到底其实是中共党内同志之间的冲突啊。我虽然我认为任志强已经没有权力争权夺利的这个需求，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个中共党员啊。
那么虽然他留党察看1年时间啊，但他还是党员啊，所以总的来说，他是中共党内的一种冲突啊，这种冲突，所以我们只是看客啊，这个说的很没错的啊，这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啊。地缘政治失序才造成了中共在中国的上台。如果由民意决定，共产党永远上不了台。这个如果没办法，如果政治没办法，如果历史也没办法，如果明谢 Heartland， 谢谢，敬佩王先生的坚持不懈，感谢王先生每天坚持，感谢你支持我啊。Kingnam Yom， 谢谢归人666，谢谢观点，希望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官员如果有种也学任老，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开战了，至少可以超级加速。OK， 杰西菜，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